有美媒称我国正在建造新一代攻击核潜艇，那么我国未来的新型核潜艇具体会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这些年来我国海军下饺子的造舰速度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在军舰性能方面也有了质的提高，甚至也出现了引领世界先进水平的055型万吨驱逐舰。要说我国海军目前和世界顶尖水平还有哪些比较大的差距，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恐怕就要数核潜艇了。不过由于核潜艇在建造时普遍都在全封闭式厂房内，因此外界很难判断我国核潜艇的最新进展。不过就在前不久，美国商业卫星在观察我国渤海的一家船厂时，拍摄到了一幅新船坞的照片，图像中显示了部分艇体。美国觉得这是我们国家正在建造的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这表明中国的水下核力量也在不断发展。新的攻击潜艇预计性能与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更加接近，增强了中国在海上的核威慑能力，预计将采用与俄罗斯亚森级潜艇相似的垂直发射装置，以携带更多的鹰击18反舰巡航导弹。实际上，这也是目前中美俄三国攻击核潜艇发展的一个趋势。90年代海湾战争开始，就证明巡航导弹是中高强度战争最得力的突击武器。军队需要具备开战第一日发射数百上千枚巡航导弹的能力，而美军就依靠俄亥俄级核潜艇来装载大量巡航导弹。当然了，毕竟俄亥俄级已经是服役40年的老装备了。目前美军也在建造新一级核潜艇，比如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与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而目前有一部分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就专门延长了巡航导弹发射井的模块。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核潜艇起步较晚，在5大常任理事国中，我国的核潜艇水平可以说就是吊车尾的。不过好在全世界能造正常核潜艇的国家也就这么5个，印度国产核潜艇至今也不能正常执行任务，因此我们再差那也是第5。而我国在研制新一级的095攻击核潜艇时，也会有很大概率继续摸着美帝过河，给095增加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毕竟对方核潜艇已经玩了几十年了，经验无比丰富。我国的095攻击核潜艇将会是一款型号全面升级的核潜艇，从吨位、续航能力、最大前身、传电系统、自动化水平、舰载武器、静音能力、核反应堆等方面看都有较大的提升。新型自然循环核反应堆的使用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噪音。此外还有新型导弹垂发系统，可发射新型巡航导弹、鹰击18系列反舰导弹等。此外还将安装新型声纳设备，提高探测能力。进攻核潜艇的主要作用是针对敌人的船只，争夺制海权。作为应对，我国的新一代攻击核潜艇配备了最新的重型鱼雷和鹰击18潜射巡航导弹。这2种武器使核潜艇的力量大大增强，尤其是鹰击18反舰巡航导弹射程突破300公里，使我国潜艇完全抛弃了传统的鱼雷攻击模式，升级为反舰巡航导弹。总的来说，我国的核潜艇与美国、俄罗斯的顶级攻击型核潜艇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防装备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未来我国必将拥有与美国弗吉尼亚级、俄罗斯亚森级攻击核潜艇相当的新型核潜艇。现在美国的核潜艇都采用单壳体设计，俄罗斯的采用单双壳体混合技术，而我国的核潜艇采用前苏联的双壳体设计，而且耐压壳体的直径不够大，限制了核潜艇内部空间的大小，同时也限制了核潜艇的总体性能，无法放下更多的武器装备，主动降噪伏法等等。但目前我国又研制出了屈服度更高的超级钢材和大型断压设备，一次性解决了单壳体结构的材料强度问题，
可建造吨位更大的潜艇。虽然我们和美俄还存在着差距，因为我们在不断进步。近几年，随着我国各行业的发展，潜艇专用的2200兆帕超级缸、无轴泵喷射推进系统、综合全电推进系统等应运而生，巨浪3导弹等一应俱全。这一批新技术必将应用于我国尚未公布的下一代核潜艇，或许真的将成为未来的大洋黑洞。更为重要的是，新一代核潜艇的发展不再是老路，将会有更卓越的表现。我们的下一代核潜艇完全可以赶上西方的先进水平。